那边跳电了。天哪！哦，其实我们常常在访就恐怖片的时候都有问题。打开你的小铃铛，订阅好选择。没错。就是立哲最爱的片型哇！这次 Disney Plus 让我大开眼界哦。是我真的很喜欢看的这种恐怖类型，但是它里面又很温馨，所以无论是你爱看恐怖片的，或是不敢看恐怖片的，其实这部片都非常适合你。我们今天就欢迎到3位主创，耶！这部片你们当时在拍摄的时候，就是看到凶宅专卖店，你们有没有联想到自己有没有曾经经历过什么吗？有。但是我觉得我的形态比较特别，就是飞机上面遇见事情，不是飞安事故啊，不是，因为长途班机空服员不是都会有要去睡觉嘛，所以他基本上我们也是住在飞机上的概念。也对对对，帘子嘛。然后呢，就有一个哥哥，他没有去睡，然后大家就觉得很奇怪，因为那是我们空服员难得可以休息的时候。这个我没有跟人家分享过，觉得哥哥怎么了这样，然后呢，他就说他一开始不太想回答。后来他就说：“哎，没有啦，全部都睡满了。”好毛哦！他这样讲，谁还敢睡啊？对，但是正在睡的都醒来了。我觉得什么？因为通常我们去轮班的时候，一定是就是对号入座嘛，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，每一个空服员都会有自己的床铺。对，所以不可能全满，就是哥哥没有去睡，一定会有一个是空着的。好想知道他坐飞机想要去哪里。而且他需要坐，他需要坐插标，需要对啊，他不是可以飘也知道的。没有，他想要体验。我有一次是我当兵的时候打靶就是要去到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然后在那边住1个晚上。所以我们可能行军走了很远，然后到一个就平常没有人用，只要打靶才会有人去住的军营。住的地方其实都上下铺，睡觉一半就听到有人在尖叫，然后就被送去医院。他就说就是被压。其实也有被压过的经验，但我通常解读成可能我那时候压力比较大，对啊，或者是比较累，然后你知道那感觉会好像不到1分钟的事情。可是你会觉得很久，然后很想挣扎，对，然后你很像抽筋还是什么，然后会动不了这样。我是那种不想没事，一想就会一直往那边去，但我通常都不太想要往那边想，就是没有是太累这样。就是我只要看那种惊悚的，我看完我通常不敢洗脸，或者是我洗头一定要这样子洗，眼睛不敢闭起来，怕墙壁有抓你的头。洗脸呢起来之后死不看镜子这样。我记得也很，这个想象力很丰富的，很怕看恐怖片。对，我其实也不敢，不太敢。你们都不敢看，但是实际上你们都还拍了这一部，还是拍了。我觉得我那时候会选择拍的原因，也是因为我之前有立过一个誓，就是我不拍这种，要么就是我当鬼，我来吓人。我不要当被吓的，因为被吓会太多阴影，这样真的哎。但是那时候看完《凶宅专卖店》剧本，我觉得有一个点很棒的是，我觉得阿哲不单单只是在讲他自己家庭的事情，那怎么样去跟一个人相处，怎么样跟一个空间相处，怎么样跟一个友情相处，我觉得这个是在阿哲经历这么多不同的房屋里面，他持续学习的，也成长了。那好像不可能有东西不会离开他，但他在最后他学会了道别，尤其是跟永仁这个也是哇，我们就像是一体一样。虽然老婆在这边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觉得自己很像电灯泡。3位撒娇 boy 可以耶，你们是啊，我们是。明帅也是不敢看恐怖片，为什么会接演这部？拍摄其实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。它不可能 always 恐怖，而且有这么多人陪你，你怕什么？然后我觉得演害怕真的很累，很尴尬。有时候现场其实很尴尬，会对，因为只拍你嘛。对，那柜子要打开，然后你要表现得很紧张，哇，那其实很难。这是演技的考验，对不对？因为都凭空想象。对啊，雨熙本来就是胆子大的人哎，但我也不太敢看影像的。但是在日常生活，什么叫做不敢？所以你敢看真的，不太敢看影像。就是对啊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日常生活中的，如果真的出来，你 OK？出来我就这样。哇！就是我害怕，我会出血。不愧是刑警耶！哇！可是你根本打不到他，打不到
打不到。以前那个园游会那种应该是不会有人想当鬼屋里面的，因为会一直被会炸。很危险的，那种职业对吧伤害。？是就有这种人啊，然后所以我是现实生活中比较是这个，但是影像是不一样的，因为当影像在播的时候，你是离不开的嘛，你是坐在对，他逼那边，你在那里，对，然后又会有特写，所以 shock，所以那个而且都已东西，经花钱买票了，就不好意思把眼睛闭着看。你这个是什么贪心的回本？对，就是死都要睁开看啊。对，浪费任自助餐何一分钟。吃到饱概对念。啊，对啊已，经快吐了还要没吃，吃太可惜了。可是如果你们真的知道这个房子有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故，还敢买这样的房子吗？我觉得我有想过这个问题，可能因为以前我不敢，拍完以前我不敢照片就敢，我觉得有可能在这个每一个房子里面存留在里面的人，也许那个执念是什么，我不能帮你解决，但是或许你在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，不会只是单一的恐惧，因为凶宅专卖店让你对这件事情的认知变宽了。我觉得我还是蛮不敢的，但像我们就是出国的时候，都会想说去住古堡，然后我老婆都死不要，是他不敢做的原因是因为古堡是几百年，对，中塔都不晓得死多少人的那种感觉。对对对，我要看它跌价跌多少，如果真的很便宜的，然后今天民雄鬼屋要送你，送我，对当然接收啊，送啊，真的假的？那一送，块然后现在没人买拆掉在地40年做停车场，然后先收入。对啊，就停车场就好了，哦，太算了。对。所以其实雨熙还算大胆的，你只要是价格合理，你是接受的。是，而且其实我们一开始在拍摄之前，我们有去等于实习实地的勘察过，那个算是凶房间，是真的有人在里面走掉过。真的？你有非自然死亡。你没去吗？有啦，还是你根本就没有进去？他因为他有没去吧，因为他有说，那一次你没有跟到吗？因为他们有说，如果想跟的人可以，哦，那这我绝对不会报名。小帅会吗？我没有去啊，你们两个所以只有你有去，然后就是整团只有你一个人。你是跟他哪一团？哎，等一下，还是那是另外一团，那是另外一团。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就我那一次的看景是真的有带我们去看那个房间，那个房仲就说其实还蛮多人敢住的。对，因为真的哦他说人有时候真的是比鬼可怕。穷逼鬼可怕。对，就是对了，其实他那时候是这样讲，这没错。然后我就觉得啊，就深思了一下，然后就看着那个床啊，然后桌子、浴缸，然后看看就觉得其实还是挺毛的。真的有凶宅专卖店，真的有这种房仲。真的有这种有啊工作，有啊就他真的是，而且他是看八字的。他说他的八字是适合做这件事情，而那个且八字条件是什么？羊年、羊月、羊日生，但是他有一个禁忌，就是不能吃牛，他吃牛很容易中。要当凶宅房仲必备的条件，来对八字重。八字重不能太容易共情。哦，就是如也对果你太容易共情的话，也许你会比较容易有职业伤害。对。那当这个凶宅专卖的房仲有什么好处？高风险高报酬。哇，这部片的动作担纲其实是你，哦，对我是第一次真的要做一些拿枪的动作，对，然后我觉得戏打戏对，然后我跟你讲，耍帅不是乱耍的，耍帅对我而言是要练习。你看，怎么会这样？你看，不要乱讲好话，可爱哦。耍帅不用练习，耍帅到底要不要练习？要练习，对啊，就要练习，对我刚刚是说耍帅还是要练习，对，要练习。但是他要关掉，表示我讲错了。那边跳电了。天哪！哦，其实我们常常在仿就恐怖片的时候都有问题，真的哦。就这么巧，仿别的都不会怎样，但是就是恐怖片类型的。对呀，我们遇过那么多次。对呀，你看好朋友来啊，来看啊，对啊，就听说他们也是喜欢看热闹。对，就是他们其实也是好奇的。哎，你们在拍片现场，听西导说的，其实是有师傅在现场。是我们有民俗每顾问，天都有对，我们每一天都在，他都在。听说他那个大部分都是躺着睡觉，但是他只要一站起来，大家都很紧张。对，就是他今天特别积极，我们就会说，他穿便服坐在那边都没事，但他突然把那个道士袍穿起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觉得完了，他干嘛？现在怎么了？现在是不是？我们安静，嘘。那这样子在拍戏过程中有遇到什么吗？我碰到最可怕的其实是我们去到一些就是真的废弃的房子拍摄，然后真的投影，那有到
道士站起来。有，他有摆一张桌子，让我们不要走进那个房间。在第1集有看到，就是想象的那个公墓，那个公墓其实是真正的公墓，但是它有点废弃了，有点旧了。我们拍摄的假设是这个，但是旁边两边其实都有，只是它废弃了，然后有些破掉，有些杂草。后来就是有工作人员就看到有骨头在里面的，因为那天我们的道长真的是，他是站在最高的地方，然后穿着龙袍哦，那个是很少看到他这么积极的，感觉最高等级法器耶。对，基本上拍那场戏的时候，就是他那一天都站着。3位最推荐观众看《凶宅专卖店》的原因，以及你们拍摄这部戏参与之后有什么收获？虽然大家一开始看到会觉得它是个恐怖片，但是我觉得它其实除了恐怖之外，它有很多很温馨，然后很有趣的地方，是很值得大家来看。然后我觉得看完会很想加入我们益盛房屋，然后跟我们这群人当好朋友。其实我们用了很多高规格的拍摄方式，有很多的滤 key， 然后全景头、机器的使用、crane 特效的配合，对，我觉得这些是很国际规格的，没错，可以是这样子。在凶宅专卖店，它很像群戏，每个人都有一点点自己的故事，每一个都值得观众在里面找到一个自己的共鸣。那就算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件，但它也许是你身边经历过的人，也许它是你曾经看过的社会案件。毕竟我们里面很多的凶宅其实都是由社会案件去改编改写的。先吓你，再让你哭，再让你笑，再吓你，就这样。好忙哦。上周日天然地方6日主张符文到处往里面有。Hello， 好选择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雨熙。我是施明帅，我是范少勋。凶宅专卖店现在已经在 Disney Plus 独家热映中。大家除了要 follow 我们凶宅专卖店以外，也要记得打开你的小铃铛，订阅好选择。没错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，打开小铃铛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，随时上架。我们下回再见。